在上期编年史视频中，我们说到，在雷神倒下后，从此魔古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最后一代魔古皇帝劳菲时，熊猫人奴隶中出了一位曙光之拳康，他带领他的徒弟躲藏至昆仑山中，又意外发现了至尊天神白虎雪怒，在这里领悟了奥义，并传授给他的弟子。终于，熊猫人武僧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在安放有纳拉克萨引擎的魔古山宝库取得了首场大捷，因为抢到了引擎，如此一来，断绝了魔古族赖以塑造血肉士兵的根源。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魔古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里，用引擎制造了不少士兵，蜥蜴人就是这种产物。当初蜥蜴人被魔古制造出来是用来对抗螳螂妖的，可这种凶残的生物，先是残杀魔古的敌人，接着就开始残杀魔古族的臣民。于是魔古皇帝下令铲除蜥蜴人，可最终结果大家都知道，至今蜥蜴人仍在潘达利亚肆虐。除此之外，引擎还能制造出一种魔古陶俑战士，在潘达利亚地区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种陶俑。另外，魔古还善于驯养一种名叫奎林的战兽，在魔古山宝库和雷电王座中的 BOSS 都有体现，考古学中也有一些趣闻。介绍完这些魔古士兵后，我们接着来看看我们的熊猫人。在经历魔古山大捷之后，熊猫人士气大振，同时也激发出了其他种族的反叛欲望，猢狲、锦鱼人、土地精，以及一种体型健壮的野牛人。野牛人的故事我们稍后会提，他们是艾泽拉斯上各种牛头人的祖先，他们纷纷加入革命的队伍，是要推翻魔古帝国。就如同康所讲的那样，魔古对于奴隶太过依赖，随着投身起义的奴隶越来越多，魔古帝国陷入了混乱之中。首先，掌握贸易命脉的土地精折断了魔古的补给线，而后强大的野牛人率奇袭小队对西北部地区频频滋扰。狡猾的猢狲通过挖掘地道瓦解了最强大而坚固的魔古据点，神秘的锦鱼人则通过与这片土地上的水域交流获得预言，从而告知康的军队应该如何出击，何时撤退。全方面的起义使得劳菲的大军撤到了锦绣谷，这里是魔古帝国皇权的中心，魔古在此据守不出。康明白，想要攻破山谷绝非易事，因为锦绣谷这块福地可以给魔古带来源源不断的资源。为此，反叛军必须暴露自己，引蛇出洞。将敌人引出后，康亲率大军向锦绣谷深处长驱直入。他与劳菲进行了一场决斗，康徒手将劳菲打败，但康也身受重伤。这位曾经的奴隶与附奴者同归于尽。在劳菲死后，胜利的喜悦让一部分重获自由的奴隶产生了对其他魔古人复仇的念头。而这时，康身边众多弟子中最优异的一位，将众人的心平复了下来。他就是宋。宋肩负熊猫人历史的神秘守护者，他将康的哲学理念与道法铭记在心，然后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给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听，帮他们回想起康要实现的是真正的正义，而非复仇。宋在这片土地上不断的旅行，沿途传播康的智慧。随着宋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慢慢的开始有人追随他的足迹，越来越多的熊猫人开始游历四方，帮助遇到的每一个人寻找内心的宁静。这些人在以后被称之为游学者，他们是知识渊博的说书人，更是善于平息冲突的调解人。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帮助这片土地上的生灵。和平与繁荣的时代以锦绣谷为中心展开，熊猫人和在这安家的其他种族渐渐兴旺壮大起来。一个建立在正义、智慧与仁爱准则之上的新的帝国正在拔地而起，守护着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在这来之不易的和平背后，有股黑暗势力正在悄悄蔓延。在约10000年前，上古之神亚萨吉死后，详见编年史第1集，他枯朽的残骸散落在锦绣谷以及附近的土地上。久而久之，这位古神的力量渐渐渗透到了大地之下。宋在旅途中强烈地感受到潜藏在大地之中的黑暗力量，这正是亚萨吉的残存精魄在作怪，它使得负面情绪滋生放大，继而催生出了一种名为煞的恶灵。康将宋的学说广布天下，希望能帮助熊猫人和其他种族抵御上古之神的影响，这样可以从根本上减少煞的产生，并净化已存在的煞能。宋的想法是好的，只不过邪恶势力仍在这片土地上悄悄生根，潜藏于每个人的情绪之中。好了，我们现在来说说之前起义队伍中野牛人的故事。那是在魔古帝国统治的巅峰时期，
在卡利姆多中部草原上出现了一种名为野牛人的智慧牛型生物。这群健壮的生物在半神塞纳留斯的指引下，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塞纳留斯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荒野之神白鹿王马洛恩的嫡子。他与其他荒野之神不同，他的上半身像是人类，下半身是鹿。更为神奇的地方是，他身上披满鲜花与藤蔓，走过的地方就会开出鲜花。他与野牛人分享自然的秘密，看着他们茁壮成长。后来，野牛人厌倦了和巨魔共享狩猎场，心生厌倦，于是决定外出寻找新的土地。虽然塞纳留斯一再挽留他们与巨魔友好相处，可野牛人还是毅然决定南下。最后，他们来到了魔古帝国的边缘地带，这引起了当时的魔古皇帝无情之祁昂的注意。他下令抓住了这群游牧者，并把他们打造成为更为强大和聪明的仆从，同时弱化了他们的野性。就这样，野牛人在魔古的奴役下受尽苦难，直到最后加入了康的起义大军，才重获自由。当初野牛人因为魔古族的残酷律法，使他们的文明和丰富的历史都几乎湮灭无踪。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还存有塞纳留斯的模糊记忆，另一些人则认为野牛人应该告别过去，用武力开创未来。这两种观念引发了野牛人的分歧，甚至引发过血案。于是大多数野牛人选择北上，回归狩猎的生活方式。有些热爱游牧的野牛人穿越了整个大陆，一直到风暴峭壁附近才停下来。这些迁居至意志熔炉附近的氏族适应了当地的寒冷气候，被称之为牦牛人。还有一些选择定居在卡利姆多中部，与古老的塞纳留斯重新建立起连接，这群被称之为牛头人。而那群认为用武力开创未来的野牛人则选择留在锦绣谷附近。他们很快与当地的熊猫人起了争执，因为魔古并没有很好的将野牛人好战的天性压制下去，他们担心会与昔日的盟友开战，于是决定西行，迁至盘龙脊的外侧居住。但这意味着他们将直面螳螂妖，而正是与螳螂妖长久的交战，把他们变成了一支强大的部族，凶蛮程度远在其他迁居北方的部族之上。多年来，分散在各地的部族仍然保持着联系，直到大分裂事件的来临，才使得他们失去联系。因为这场大事件时间线靠后，所以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中说到。现在我们来说说魔古的盟友赞达拉巨魔。在雷神死后，赞达拉与魔古的关系日渐疏远。在确定了魔古再无任何氏族能独掌大权后，赞达拉便决定不再对任何魔古势力效忠了。尽管如此，他们从没有忘记雷神当初许下过的承诺，靠近锦绣谷的一片广大土地将永远归巨魔所有。在魔古帝国刚崩塌时，他们原本应该趁此机会出手夺取这片土地，可巨魔内部却因为是通过外交还是暴力手段来取得这片土地而争论不休。为此，他们迟迟没有行动。最后，高阶祭司祖拉萨的后裔蒙加兹说服了所有人。在蒙加兹看来，熊猫人一定不认可他们与魔古的协定。这群奴隶有能力推翻主人统治，那么也会对赞达拉构成重大威胁。为了顺利征服熊猫人，巨魔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们派出强大的军队南下，直指昆仑山北部那片肥沃的土地，并袭击了熊猫人的村落今卓境界的地方。他们掌握着高超的御兽技巧，骑在高大的巨兽上屠杀了当地的村民。紧接着，赞达拉攻入了翡翠林，这里是熊猫帝国的中心，一片苍翠茂密的林地。当入侵的消息传到其他熊猫人村落时，他们都吓坏了，因为熊猫人生来向往闲云野鹤般的和平生活。在奴隶起义后的数十年，几乎再没有人去传承魔古留下的军事设施。他们唯一的一支军队就是常年驻守在盘龙脊抵御螳螂妖的武僧。得知消息后，武僧立刻赶来迎战巨魔，此时却无奈发现敌我兵力悬殊，而且在战术上也低人一筹。赞达拉巨魔骑着哮天龙和巨大的蝙蝠从战场上凌空而下，熊猫人面对来势汹汹的空袭，全无招架之力。最终，一名叫蒋的年轻人成了族人的救星。他在小时候发现了一条受伤的云端降龙幼龙。通常，熊猫人将云端降龙视为不可驯服的野兽。蒋给这条幼龙取名为罗，在他的悉心照料之下，他们成为了朋友。村民经常看见他们一同在空中翱翔。而现在，正当武僧们在翡翠林的峭壁与敌人背水一战时，蒋和他的云端降龙伙伴破云而出。
罗驾驭愤怒之火，冲破了赞达拉阵线，迫使巨魔撤退。这次胜利在帝国中传开，其他人也纷纷效仿蒋，开始驯养强大的云端降龙。不久后，在翡翠林的上空就出现了一支与蒋并肩翱翔的战队。这群勇敢的熊猫人被人称作为云端降龙骑士团。骑士团的出现扭转了战局，巨魔们意识到无法凭借常规战法取胜，于是蒙加兹决定复活雷电之王。在上集中我们说到，由于雷神不信任他的魔古属下，于是将死而复生的方法告诉赞达拉巨魔。而当时一同前往奥丹姆的赞达拉高层的死，使得巨魔没能立即复活雷神，一直到现在才想起来要复活雷神。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早干嘛去了？话说回来，巨魔在雷神的长眠之地征服着陵墓，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经过一番殊死的搏斗，蒋与蒙加兹同归于尽。首领战死后，其他的巨魔被打得溃不成军，而这场赞达拉的入侵最后以巨魔逃回了赞达拉告终。帝国的子民在为胜利欢欣的同时，也在沉痛悼念那些牺牲者，尤其是蒋。于是在战争结束的数十年后，人们时常能看到罗在翡翠林上空盘旋，仿佛是在纪念自己的老友。而其他降龙骑士为了纪念蒋，将他的教诲编撰成书来寄托哀思。这份传统与羁绊将在云端降龙骑士团中流传千古。时间过得很快，现在距黑暗之门开启还有10000年，而在之前的2000年时间里，发生了著名的大事件大分裂。各位观众老爷，大分裂事件我们会在后面的视频中说出。众所周知，魔兽的 5.0 版本熊猫人之谜，英文名是 Mist of Pandaria， 意为潘达利亚的迷雾。那么为什么会有迷雾的存在呢？请听我们下面的故事。大分裂事件使得艾泽拉斯万物尽毁，但在卡姆利多南部的潘达利亚却奇迹般的幸免于难。多个世纪以来，历任爱好和平的帝王统治着这片神秘的土地。这里要说到一位刚刚登上帝位的熊猫人统治者，他就是少昊。少昊对未来充满信心与希望，如同每个新登基的帝王一样，少昊请一位神秘的锦鱼人水语者为熊猫人预知未来。预言者预见了凶残的恶魔大军疯狂入侵艾瑟拉斯，他们的王国被可怕的绿色火焰席卷，大地上满是哀痛与苦难。这令人不寒而栗的预言使得少昊忧心忡忡，他决定去面见至尊天神和他的好友美猴王。在他们的帮助下，这位帝王去除了困扰在他内心的怀疑、绝望、恐惧、愤怒、仇恨与暴力。当他完成自我进化的同时，这些负面情绪也变为了名为煞的强大灵魂实体。少昊凭借自身智慧逐一打败了这些煞，并将其锁在潘达利亚地下的深处。尽管如此，这些力量仍然在地下蠢蠢欲动。为了看守这些煞，少昊创设了隐宗派，由一群训练有素的熊猫人士兵组成。在信心与使命感的驱使下，少昊决意让潘达利亚在即将到来的大分裂中免于覆灭。他计划将他的土地与卡里姆多大陆分开，他准备在锦绣谷中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在山谷中，少昊凝神聚力，想要使他的帝国脱离卡里姆多，可即便拼尽全力也无法如愿。他心中再度生出怀疑与恐惧。而在潘达利亚的另一端，被囚禁的煞在少昊的心中感受到了卷土重来的契机。在燃烧军团的邪能法术燃亮天空的那一刻，少昊绝望地向最睿智的至尊天神玉龙求援。他化身风云乍变的天空，告诉少昊，潘达利亚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帝国，潘达利亚上的一切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这时少昊顿悟了，想要拯救这片土地，就必须与之合为一体。于是心境成名，志在必得的少昊将他的灵魂与这片土地紧紧地合二为一，迫使他与卡里姆多的其他区域分裂开来，并用自己的元神将潘达利亚用浓雾遮蔽起来，使其无法被外部世界发现。因此潘达利亚在可怕的大分裂中免于覆灭。而在接下来的10000年中，潘达利亚成为不为人知的隐秘之地，渐渐变成了一个传奇。但故事还没说完。少昊消除了心中的负面情绪，但他不知道，实际上有一种负面情绪从未从少昊的心中彻底尽除，那就是骄傲。在他舍身保护自己的子民与土地的千万年里，他始终在潘达利亚无声地潜伏着。关于少昊更多的详细故事，请大家移步 P2 观看暴雪的 CG 动画《少昊的重担》。到这里，熊猫人篇的故事我们暂时告一段落了。
在潘达利亚被迷雾笼罩的千万年时间里，大部分熊猫人没有离开过潘达利亚，但是总有一些爱吃螃蟹的熊猫人出现。下期我们会更新一个番外篇，讲讲熊猫人流浪的故事。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如果本期视频对你在艾泽拉斯的旅程能更加深一些了解的话，请为本期视频关注、点赞、收藏，长按点赞键可以实现一键3连哦。也可以通过特别关注第一时间获取我视频的更新信息。好了，我们下期节目见。